我照顾10年的植物人男友醒了，他说他不是原主，是攻略者，所以他无法对我这10年的付出承担责任。现在这个攻略者顶着我男友的脸跟我提了分手，转头垂涎地看着我闺蜜，靠这张脸，老子还能拿不下你？给我生3个猴子！我笑了，他不知道，我早就认出来，他就是陆修本人在装傻充愣，而我才是替换了这副身躯的穿书者。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穿越了，灵魂被绑定在一个杀人犯的女儿身边，看着他和那位灭门惨案的幸存者在孤儿院相依为命。为了沈瑶，陆修好几次放弃了被富豪领养的机会。阿瑶，什么杀人犯，血统不正，你别听他们胡说，哥能养你一辈子。陆修拍着胸脯，小脸涨得通红。他真的做到了，却只做到了一半。在孤儿院的时候，宁可挨打也要偷吃的给沈瑶。读书毕业之后，一个人打3份工，挣钱养家。后来陆修和沈瑶求婚了，他单膝跪地，手里举着晚餐时特意从可乐罐子上取下的易拉环。沈瑶感动得泪流满面，我却忍不住皱眉。我可记得他这些年打工攒了不少钱，难道是想事后给沈瑶一个惊喜？可不等我反应过来，一辆飞驰而来的火车径直将陆修撞飞，也吞没了他还没说出口的话。陆修成了呼吸都要靠机器的植物人，而沈瑶攥着那个易拉环戒指，给他当了10年的免费护工。10年时间一晃而过，我看着沈瑶每天只睡3-4个小时，打3-4份工，只为了凑够陆修每天高昂的住院护理费用。我无数次的想劝他放弃，可我只是一个灵魂，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为了陆修守身如玉，不断拒绝身边异性的追求，直到他的脸变得干瘦蜡黄，满头乌黑浓密的头发变得干枯毛躁，那些追求他的男人也消失了。我不理解，陆修真的值得他这么做吗？我灵魂跟着他10年，看到的远比他知道的更多。这天，陆修真的醒了，可心甘情愿照顾他10年的沈瑶却死了。因为劳累过度，他在陆修清醒的前半夜悄无声息地死在了他病床前。临死前，他还在喃喃自语地祈祷陆修的苏醒。而就在沈瑶死去的同时，一股巨大的吸引力传来，我再次苏醒，灵魂已经出现在沈瑶的身体里，一段近乎被我遗忘的记忆也重新出现在我的脑子里。原来这个世界只是一本虐恋情深的小说，而沈瑶只不过是书里不断被男主破吸血的炮灰女配。可怜那个小姑娘，到死都不知道她等了10年的男人，一直都觉得他廉价又便宜好骗。而现在渣男醒了，他忽然翻身坐起，捂着胸口大口大口的呼吸。我反应过来后，佯装哭泣想去抱他，却被他推开。他的眼神里满是戒备和嫌弃。阿姨，你谁呀？我张了张嘴，看着他那张被沈瑶照顾得很好10年如一日的俊美脸庞，我低着头，竭力隐藏着自己眼神中的鄙夷。原文中，就是因为陆修醒来之后嫌弃的眼神，沈瑶对自己的容貌产生了深深的自卑，不敢和陆修相认。接下来，她忍着病痛的身体，默默在陆修身边当起了免费保姆，眼睁睁看着陆修勾搭上了自己的闺蜜，最后怀着未出世的胎儿病死在上班的路上。可我不是原主那个恋爱脑，没有给人当免费保姆的兴趣。既然占用了沈瑶的身体，帮她报仇也是顺手的事。我佯装出一副委屈的模样，
羞愤开口：“阿修，你怎么能不认识我？我是你的瑶瑶啊！”果然，下一秒，陆修愣住了，看我的眼神也变得有些莫名。毕竟两人青梅竹马，即使现在这副身体变得苍老憔悴，陆修又怎么可能认不出来？他不过是觉得丢人，不愿意相认，所以找了个理由想甩了他。果然，陆修愣神了一会，就笑着开口，语气轻佻嘲讽：“你就是那个傻子心心念念的瑶瑶吧？我可不是陆修那个傻子哦。”他早就因为不愿意攻略别的女人，灵魂被彻底抹杀了。我怔住了，苍白的嘴唇止不住的哆嗦。怎么会？内心却早就已经乐开了花，赶紧和我撇清关系。我要提前回去继承家业，当个快乐的富婆。没错，按照这书的狗血剧情发展，在沈瑶死后，她的富豪亲生父母找上门来了。可惜他没命享福。此时瞧见我心如死灰的样子，陆修嘴角的笑意更浓了，语气却有些惋惜。要是我就接下那些任务，毕竟只有活着才能有再见的机会，不是吗？是啊，按照书中剧情，他确实是成了攻略者，经历了无数个世界，游刃有余地攻略了无数个天之娇女，也成了时空管理局的优秀员工，获得了重返这个世界的机会。可在我看来，也就是跟毫无底线的烂黄瓜而已。毕竟原著里提到过，他的攻略对象可是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我知道，要想陆修这个渣男彻底和我撇清关系，还得下一剂猛药。阿修，你为什么这么傻？我低声呢喃，抬眸看向陆修的眼神染上了一抹疯狂。迎着我的眼神，陆修不自觉地后退了半步，见我还不肯放弃，他又硬着头皮开口：“你也不用这么伤心，其实你心心念念的阿修也没那么爱你，你就是个杀人犯的女儿，你不会觉得自己很无辜吧？他对你好，也不过是觉得你单纯好骗罢了。毕竟给你一点点的好，就能换来你加倍的付出，哪个男人舍得放弃这种傻女人？”他这话属实是心里话，没错了。原文里，陆修是灭门惨案的幸存者，可他家被灭门的原因，是因为他父亲无故拖欠工资，导致无数人家破人亡，最后被人报复灭门。而沈瑶的父亲杀人，却是因为当初沈瑶被人霸凌，两家的案子根本不是同一件。可陆修从没告诉沈瑶这件事，陆修一直利用这一点扑沈瑶，让沈瑶对他心怀愧疚。等着吧，演戏谁不会？在穿书之前，我可是著名影后。我像是被忽然抽干了所有力气，瘫坐在地上，双眼无神地摩挲着无名指上的易拉环。你胡说，我的阿修才不是这种人。陆修冷笑，你不会还觉得手上那个破烂是他爱你的证据吧？他5年打3份工，难道会买不起一个戒指？不过是他觉得你不配罢了。他借着外人的名义，终于把藏在多年的心声吐露出来了。可惜真正的沈瑶听不到了，而我主打一个听劝。我低下头，艰涩开口：“我知道了，我以后不会缠着你了。以后你走你的独木桥，而我坐奥迪、奔驰、玛莎拉蒂。”可就在我内心窃喜的时候，陆修的话却让我彻底傻眼了。虽然我不是你的阿修，但我知道你是个好女孩，是他不懂得珍惜。今后让我替他照顾你好吗？我闻言冷笑，瞬间就明白了这渣男的打算。身为男主，陆修自然是长得极为好看的，配上此刻他那狗看了都觉得深情的眼神，如果我是原主，在经历了背叛之后，绝对会感动得痛哭流涕，然后心甘情愿继续免费保姆的命运。
感情这是不想背负责任，又想继续心安理得的趴在我身上吸血呀。这算盘珠子都快蹦我脸上了，我强忍着恶心，故作犹豫的开口：“我知道你很好。”但是话音未落，陆修就径直将我揽在了怀里。你放心，你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不会觉得你配不上我的。不是，我红着眼将陆修推开，顺势一巴掌甩在了他的脸上。什么玩意？我是觉得你配不上我好吧？还有你眼底的嫌弃能不能收一收？又当又立，简直恶心透顶。陆修捂着脸，却又不好发作，只能继续装作一副深情的模样。我知道你一时之间接受不了，但是我会努力证明自己的。话音未落，啪！清脆的巴掌声把陆修另半张脸扇了个通红。你算个什么东西？就你这样还快穿着，看我不把你脑壳打个对穿！闺蜜头戴护士帽，牢牢地挡在我和陆修之间。哪来的疯女人，竟然敢打我！接连挨了2巴掌。陆修哪怕伪装的再好，此刻也有些装不下去了，阴沉着眸子，面色可怖。可当他看清丽丽那张脸之后，语气却瞬间变得柔和，眼眸中也染上了一抹玉色。你就是瑶瑶的闺蜜吧？这些年多亏你照顾瑶瑶了。陆修极其绅士地朝着丽丽伸出手，满脸堆笑，丝毫不见方才的阴翳。按照剧情，身为女主的丽丽应该被陆修这张脸吸引，就此对他产生了好感，然后在陆修不断的追求中沦陷，然后踩着原主的尸骨，在故事的最后和陆修修成正果。然而意料之中的剧情并没有发生，丽丽只是淡淡的扫了一眼陆修，略带嫌恶的退后了半步。抱歉，我们物种不同，我怕被咬。陆修面上的笑容僵住了，伸出的右手尴尬地悬在半空。我也愣住了，这女主的眼神怎么狗的和我现实中的闺蜜丽丽如出一辙。我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还没等我回过神，丽丽就无视面容扭曲的陆修，拉着我离开了病房。呜呜摇摇，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说着，丽丽就径直扑到了我的怀里。然而此时的我却没有半点意外，毕竟就算我上辈子作恶多端，能和我处成闺蜜的丽丽又能是什么好东西？吐槽剧情的时候，丽丽可比我骂得很多了，我都被迫穿成了这种倒霉角色，老天爷能放过她？门外，我和丽丽还在不断地吐槽这操蛋的剧情。病房里，陆修也是满脸狰狞不甘，这剧情怎么不对？闻言，我不由得冷笑。果然，从快穿世界回归，又身为男主的陆修，从始至终都知道整个剧情。而他之所以不愿意彻底和我撇清关系，也不过是看中了我身为豪门流落在外真千金的身份。陆修还在持续地发泄着方才的不满，可当目光落在角落的镜子上时，却又露出了一副志在必得的神情。我就不信，靠着这张脸我还能拿不下你们女人，财富我全都要。满脸的贪欲映在狰狞的脸上，活脱脱像是地狱爬出的恶鬼。只是陆修怎么也不会知道，原剧情的女主和女配现在就是2个显眼包。我和丽丽不由得相视一笑，瞬间明白了彼此的想法。既然他想玩，那就直接玩死他。10年的昏迷，陆修身体的各项机能都需要时间才能恢复到正常人的水平，而在他养病的这段时间里，他也没有放弃对我和丽丽的追求。瑶瑶，这段时间多亏了你尽心尽力的照顾，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陆修深情款款地看着我，可实际却没有半点表示。我垂着眸子，
半晌才故作为难地开口：“那你可以给我些钱吗？”陆修俊俏的面容出现了瞬间的僵直。我知道这个要求有些过分，你也不是阿修，我不能把这些年欠的钱算在你身上。我深吸了一口气，趁着陆修犹豫的瞬间，把手从他手里抽离，眼眶迅速染上了一圈水晕。你放心养病吧，我会更加努力打工挣钱的。我不该因为你这张脸就把你当成阿修。我悠悠叹息，故作神伤的样子，把原主的恋爱脑演绎得淋漓尽致。等你病好了，我就不会缠着你了。陆修听到我要撇清和他的关系，彻底慌了，赶紧从怀中掏出一张银行卡塞进我手里。瑶瑶，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虽然不是阿修，可这副身体你尽心尽力地照顾了10年，我又怎么能这么自私？我感动得痛哭流涕，手上的动作却没有半点犹豫。可1下2下，银行卡仍旧被陆修紧紧地攥在手里。阿修，我红着眼眶迎上了陆修尴尬的眼神，显然他完全没想到他故作大方，我却没有半点推辞。原文里，身为男主的陆修5年打3份工，攒了有10几万的存款，可在和原主相处的5年里却没有拿出半毛钱，无论吃喝甚至房租都是原主掏钱。不过我又不是原主，况且我肚子里还有他的孩子呢。虽然是在陆修昏迷期间，原主取了他的基因做的试管婴儿，我要点抚养费不过分吧？阿修，你真好。我用力将银行卡拿到自己的手里，然后在陆修想要伸手抱住我之前，迅速起身。瑶瑶，陆修深情的眸子里充斥着浓浓的欲念，此刻却只能目瞪口呆地怔在原地。我笑了笑，阿修，我知道你喜欢我，可我想等到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之后好吗？你这么好，一定不会强迫我吧？道德绑架，泼谁不会？主打的就是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陆修面色有些难看，张嘴想要说些什么，早就等在门外的丽丽径直推门走了进来。看着他强忍不甘的眼神，我和丽丽差点没忍住笑出声。随着我不停的道德绑架、家破，陆修的小金库也被渐渐掏空。可陆修一直期待的豪门父母上门认亲的戏码，却迟迟未曾上演。他对我的态度也逐渐变得敷衍，只是他是不是忘记了？原文中，沈瑶是被豪门父母悄悄接回家的，而我又不是原主，没有掏空他的存款之前，我凭什么要自断财路？在我有意无意的引导之下，陆修开始怀疑剧情出现了偏差，他自然不肯继续在我这个老女人的身上花费大量的时间，毫不掩饰地开始按照原剧情追求丽丽。他会在不忙的时候给丽丽讲述自己曾经在快穿世界那些千奇百怪的经历，鲜衣怒马的侠客，放荡不羁快意江湖，翩翩如玉的书生，满腹经纶论道天下，位高权重的帝王，生杀予夺，随心所欲。每一个不同的身份，每一个快穿世界，都是那么鲜活有趣，惊心动魄。而丽丽看他的眼神也从最初的淡漠渐渐蕴满了心疼和崇拜，甚至连陆修都以为他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轻而易举地让丽丽对他投怀送抱。可每次当陆修更进一步的时候，丽丽都会借口推开他，你是瑶瑶喜欢的男人，不可以的。原文中，也正是因为沈瑶的原因，丽丽迟迟一直在逃避陆修的感情，最后上演了一出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的虐恋情深戏码。如今剧情虽然有些偏差，
可陆修自信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自然也不会有半点怀疑，只是看我的眼神也变得愈发的厌恶。可终究因为期待我还能重归豪门的剧情，没有彻底撕破脸，陆修的情绪开始变得焦躁，而这一切都在我和丽丽的计划之中，就等着让他彻底万劫不复。阿修，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在陆修即将对我彻底失去耐心的时候，我爆出了我原来是豪门流落在外真千金的消息。我爸妈帮我还清了那些欠债，我终于可以放心和你在一起了。原本陆修脸上的不耐烦瞬间化作了狂喜。太好了，瑶瑶，你受了这么多年的苦，总算是苦尽甘来了。只是陆修脸上的喜悦化作了为难。我现在这个样子，你父母真的放心你嫁给我吗？我若有所思，最后认真的点了点头。我爸妈的确觉得你配不上我。气氛陷入了诡异的沉默。那你还来找我干什么？陆修一向高傲，显然没有料到我竟然会这样不给面子，此刻的脸色难看的仿佛生吞了一只苍蝇。我强忍着笑，赶紧道歉。阿修，我没有嫌弃你的意思，不管我父母同不同意，我都会和你在一起的。陆修的神情这才稍微缓和了些。瑶瑶，对不起，我是怕你也看不起我，所以才会那么激动的。我能说什么？当然是笑着说没关系，毕竟在陆修的眼里，我一直都是那个任人拿捏的恋爱脑沈瑶，只要略施小计，就能对他言听计从。而按照剧情，此刻我的身体已经病入膏肓，只要熬死我，他就会气死我父母，然后顺理成章地接管我父母名下的所有财富，抱得美人归。想到这，陆修的眼中露出了一抹按捺不住的兴奋。发现剧情仍按照已知的方向发展后，陆修一扫先前的郁闷，再次变得意气风发，对我的态度也好了许多，只是仍旧绝口不提要和我在一起的事儿。瑶瑶，你和亲生父母相认是好事，我想着应该替你好好感谢一下丽丽，这些年多亏了她照顾你，不然你一个人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原文里，在沈瑶回归豪门之后，他就是借着感谢丽丽的名义，从沈瑶身上哄走了一大笔钱。沈瑶不停地掏钱，还事无巨细地告诉陆修关于丽丽的喜好。最后，陆修分币没花，用沈瑶的钱买了许多礼物，彻底俘获了丽丽的芳心。我自然知道陆修心里在想什么，当即善解人意的点头。只是你也知道，虽然我现在是豪门千金，但是父母前几十年还有个宠得如珠如宝的养女，她就经常在父母面前贬低我。父母现在对我的态度也不好，我要是再问他们要钱，只怕我欲言又止，满脸的难为情。我父母的确有个养女，但是我现在和那个养女简直是情同姐妹，雌竞根本不存在，好吧？毕竟她也是穿来的，知道自己最后会成为陆修养的小三，简直恨不得弄死陆修。你没骗我吧？陆修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深邃的眸子里满是狐疑。阿修，你不相信我？我当即红了眼眶。我以后都是要嫁给你的，我的钱就是你的钱，丽丽是我闺蜜，你要是亲自花钱替我买礼物感谢她，她肯定会觉得你是真心对我，对你的好感肯定会更深的。我也希望你们以后能好好相处。话里话外，清澈又愚蠢，还处处透露着替陆修考虑的意思。陆修当即打消了所有的疑虑，笑着揉了揉我的脑袋。我的瑶瑶真是太善解人意了，不过你得告诉我丽丽喜欢什么，免得我送错了礼物。我咧着嘴傻笑，然后掏出手机
点开了早就保存好的奢侈品网页。这个，还有这个。陆修原本还有些担忧，可看到我指着网页上最便宜的2款包包后，旋即放松了下来。这2个不要，别的丽丽都喜欢。陆修准备下单的手指停在了半空，机械性的扭头看向我，我脸上却仍旧保持着一副天真的傻笑。丽丽照顾了我10年，你不会这都舍不得吧？还可。陆修被呛得说不出话，脸上泛着清晰可见的肉痛，只是迎着我天真的傻笑，他却怎么都没法把拒绝2个字说出口。买单的时候，指尖都在颤抖。老公，你真是太好了！我娇娇软软地夹着嗓子朝他跑了个媚眼，然后再次在他欲求不满的眼神里拉开距离。丽丽收了礼物，也不再对陆修若即若离。随着剧情即将进入尾声，陆修也变得越来越大胆，当着我的面就会和丽丽说一些暧昧不明的话，甚至会借着各种理由对丽丽动手动脚。而当我生气的时候，他又会指责我不懂事。丽丽是你闺蜜，我能对她有什么想法？当初你不是说希望我能和丽丽处好关系的吗？陆修义正言辞，面上满是因为我不相信他而产生的失望。我能怎么办？我的人设只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恋爱脑罢了，当然是趁着这个机会再薅最后一波羊毛喽。可是你对丽丽真的太好了，为了避免英年早逝，人死了钱没花完的人间惨案，回归豪门的这段时间，我花钱调养好了身体，原本苍老憔悴的面容重新变得容光焕发，干枯焦黄的头发此刻也油光发亮，倒是有了几分豪门千金的架势。此刻红着眼，颇有一种我见犹怜的架势。你给丽丽买了那么多的礼物，都没见送我，我吃醋都不行吗？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说着，我又用力在大腿上拧了一下，眼底瞬间就泛起了泪花。陆修看得有些出神，语气也不自觉软了下来。你这个小笨蛋，就喜欢乱想，我怎么会不喜欢你呢？我又用力掐了自己一把，这才忍住没有因为这充满油腻的情话吐出来。那你给丽丽买的礼物，也要给我买一份。陆修面容呆滞，眼神之中都是难以置信，怎么都没想到予取予求的我，竟然有一天会主动开口问他要东西。可旋即，他像是又想到了什么，面上重新露出笑容。好，给你买，谁让你是我最爱的女人呢？我恶心，屎难吃，钱难挣，我忍了。转眼1个月的时间过去，既定的剧情却迟迟没有迎来尾声。早该因为劳累过度而猝死的我，也变得越来越容光焕发，开始变得疑神疑鬼，每天各种无理取闹，质问陆修是不是不爱我了。陆修不厌其烦，却又眼馋我身上巨额的财产，只能委曲求全地哄着我。那我能怎么办？当然是变本加厉地折磨他喽。毕竟我的人设就是恋爱脑，占有欲强一点有什么奇怪的？陆修被折磨的精力憔悴，只能每天费尽心思地平衡我和丽丽之间的关系。但是丽丽怎么可能放过他？将陆修堵在病房里，哭得梨花带雨。你不是说你不喜欢瑶瑶吗？那你什么时候和瑶瑶分手？我最喜欢的人是你，你不会不知道吧？陆修压低了声音，温柔地牵起丽丽的手。可你和瑶瑶是闺蜜，她喜欢了阿修那么多年，我要是现在和她分手，我真的担心她会做出什么让人后悔莫及的傻事。说着，眼神却有意无意地瞟着窗外。你也不希望你最好的闺蜜出事吧？不愧是原剧情里在女主和女配之间游刃有余的男主，妥妥的端水大师。原文中
男主也正是利用这一点不断地泼丽丽，直到最后沈瑶死了，他还要感叹一句：与其不被爱的活着，这或许也是瑶瑶最好的宿命了吧。而在这之前，不管丽丽有多不开心，都会乖乖地听陆修的话，不再胡闹。只是这次陆修傻眼了，丽丽不管不顾地甩开了他的手。我不管，瑶瑶是我最好的闺蜜，我相信她一定会祝福我们的。一边说着，就将陆修扑倒在了病床上。早就迷失在快穿世界的声色犬马里的陆修，现实中早就已经饥渴难耐，此刻面对丽丽的投怀送抱，哪里还能忍得住？情欲充斥满双眼，一双手也开始不老实地攀附上丽丽的身子。就在他马上要有下一步动作的时候，病房的门却被猛然推开。阿修，你太让我失望了。我红着眼丝丝地盯着陆修，眼神里满是遭受背叛后的伤心和失望。陆修慌了，张嘴想要解释，可却被丽丽抢先一步。瑶瑶，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你为什么一定要缠着陆修呢？我盯着丽丽，久久没有说话，最后艰难地将目光挪向陆修。阿修，今天你选谁？陆修有些为难，目光在我和丽丽之间不停打转。显然，他也意识到剧情已经彻底朝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了。半晌，陆修面露苦涩地看向丽丽：“对不起，我喜欢的人一直都是瑶瑶。”话音未落，丽丽的巴掌就落在了他的脸上。陆修，我恨你。不出意外，陆修果断选择了如今是白富美的我，只是他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我和丽丽策划好的。阿修，这可是我求了爸爸好久才拿到的项目，只要你拿出钱投资，等到项目结束，我爸妈肯定会同意我们在一起的。病房里，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项目企划书，可我没有钱了。陆修面露难色，要不你替我出钱投资，反正你爸妈也不会知道。只是他话还没说完，就直接被我打断。阿修，难道你不想证明自己吗？我恨铁不成钢的眼神，看得陆修羞愤地低下了头。为了我们的将来，我跪着求了我爸妈3天，这才让他们松口，给了我这个项目。你这点困难都解决不了吗？陆修沉默不语，我却循循善诱。阿修，你去借钱好不好？这个项目我爸妈很看重，一定会赚钱的，到时候我们就能在一起了，你也不用再被我爸妈看不起。我的声音像是魔鬼的低语，不断蛊惑放大着陆修对未来的野心。而这个项目在原文中也的确让陆修赚得盆满钵满。如今没有了丽丽，陆修唯一的选择只有我。我笃定他不会放弃这唯一的机会。良久，陆修猛然抬头：“好，瑶瑶，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陆修借了高利贷，将所有的钱都投到了我给他介绍的项目里。瑶瑶，等我赚钱了，我一定要风风光光的娶你。陆修每天都沉浸在一夜暴富的美梦中，而我自然不会扫他的兴致，每天在他耳边说着各种甜言蜜语，然后不断的让他继续借贷，加大投资。项目投得越多，回报自然越丰厚。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我每天尽心尽力地规划着我们的将来。陆修也渐渐放下了所有的疑心。半个月后，陆修借遍了所有的高利贷平台，而我借着出差的名头彻底跑路。阿修，项目破产了，我爸妈觉得你配不上我，我们分手吧。夏威夷的海滩上，我正舒服地躺在摇椅上，而电话那头是陆修强压着惶恐的声音：“瑶瑶，你骗我的是不是？我知道你肯定想要给我一个惊喜，才故意这么说的。”我没说话。到时丽丽捧着椰汁
不怀好意地开口：“你可真聪明，这就是我们精心替你准备的惊喜呢。”丽丽，陆修的声音有瞬间的错愕，紧接着就变成了被戏弄之后的暴怒，开始了各种粗言秽语。而我默默挂断了电话，然后轻轻抚摸着已经显怀的小腹，和丽丽相视一笑。不远处，我的富豪父母正在准备着海滩烧烤，他们的养女，我异父异母的姐姐，正忙着勾搭海滩上的帅哥。一定是上辈子作恶多端，老天爷才会惩罚我们穿书过上这种吃喝不愁的生活。毕竟每天不用干活也真的很苦恼啊。6个月后，我顺利生下了一个小宝宝，是个粉嘟嘟的小千金，笑起来能让心间都萌化。只是这终归是个小说世界，为了避免他以后成为恋爱脑，我和他的姨妈和外祖父母们从小就开始在他耳边宣扬一个道理：给男人花钱倒霉一辈子。至于陆修这个原文世界的男主，我怕他死灰复燃，不放心地找人打听了一下他的下场，据说是因为借了太多高利贷没钱还，被打断了手脚，被送去了当乞讨的工具。很好，这下我彻底放心了。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